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故事学中文播客，我是你们的中文老师小薇。今天特别开心，邀请到了我的学生姜维，一位来自美国但深深痴迷中国文化的朋友。其实啊，跟大家分享这么多期视频了，还没有跟大家做过自我介绍，确实挺不应该的。在这期视频开始前呢，我们花一点时间介绍一下我们两个。姜维，你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。大家好，我是姜维，很高兴能和大家分享学习中文的过程。其实姜维这个名字是我自己选的，因为我特别喜欢三国里的姜维，觉得他忠诚又有智慧，这也是我喜欢中国文化的小起点之一。没错，当初你跟我说要取这个名字时，我还挺惊讶的，没想到你对三国故事这么了解。今天咱们就好好聊聊，你到底为什么这么喜欢中国文化？从哪里开始说起呢？我想从第一次接触说起吧。大概5年前，我在大学图书馆偶然看到一本《论语》的英文译本，本来只是随便翻翻，结果被里面的句子吸引了。比如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，简单一句话，却把做人的道理说得那么清楚。那时候我就觉得中国古人的思想太有智慧了，不像一些哲学书那么难懂，反而很贴近生活。确实，《论语》里的很多思想都是生活化的智慧，比如三人行，必有我师焉。现在我们学习中文，了解文化，其实也是在践行这句话呢。除了经典著作，还有什么让你觉得特别有吸引力的？太多了。接下来是中国功夫。我小时候看李小龙的电影，觉得哇，太酷了，但那时候只觉得是厉害的打架动作。后来深入了解才知道，功夫不只是打，还藏着道，比如太极，慢慢悠悠的动作居然能以柔克刚。这和西方力量对抗力量的理念完全不一样。我现在每周都会去练太极，老师说练太极要心平气和，顺应自然，这种感觉很奇妙，让我觉得不只是在锻炼，更是在修身养性。你说的太对了，中国功夫讲究内外兼修，外在练动作，内在修心态，这也是中国文化天人合一思想的体现。除了思想和功夫，有没有一些看得见、摸得着的文化元素让你觉得很着迷？当然有，比如中国的书法和水墨画。去年我来中国旅游，在西安的一个美术馆里看到一幅王羲之的书法作品。虽然我那时候还不认识上面的汉字，但看着那些线条，有的刚劲有力，有的飘逸流畅，就像在看一幅动态的画。后来我跟着小薇老师学写毛笔字，第一次握毛笔时手都在抖，写出来的一字歪歪扭扭，但慢慢练下来，发现写书法的时候整个人会特别专注，所有烦恼都忘了。还有水墨画，只用黑白两色就能画出山水花鸟那种留白的意境，太神奇了。西方绘画很少有这种感觉。是的，中国书法和水墨画讲究意境，不追求写实，而是追求神似。比如画山水，不是要画的和真的一样，而是要画出山水的气势和韵味。你练了这么久毛笔字，现在能写哪些字了？现在能写自己的名字姜维，还有宁静致远、天道酬勤这些成语。每次写的时候，我都会先想这些字的意思，比如宁静致远，告诉自己要静下心来，才能走得更远。这也是我学习中文和文化的态度。对了，还有中国的节日。我去年在中国过了春节，和朋友一起贴春联、包饺子、看春晚，那种全家团圆、热热闹闹的氛围和美国的圣诞节完全不一样。特别是贴春联，每个字都有吉祥的寓意，比如福字要倒着贴，寓意福到了。这种小细节里的智慧太可爱了。
春节确实是最能体现中国团圆文化的节日，每个习俗背后都藏着对美好生活的期盼。你觉得中国文化最吸引你的核心是什么？我觉得是温暖和包容。中国文化不是高高在上的，而是融入在生活里的。比如喝一杯茶，里面有茶道的讲究；吃一顿饭，有餐桌礼仪的学问；甚至走在路上，看到老人摔倒，有人会主动扶起来。这也是尊老爱幼文化的体现。而且中国文化不排斥外来文化，比如佛教传入中国后，慢慢和中国本土文化融合，变成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。这种海纳百川的包容，还有以人为本的温暖，让我觉得特别亲切。你总结得真好。中国文化的核心就是和，人与自然的和谐，人与人的和睦，不同文化的融合。其实你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，也一直在感受这种和的力量，对吗？对，比如我刚开始学中文时，觉得汉字很难写，发音也不好掌握，经常会说错。但小薇老师从来不会批评我，而是耐心地教我，还告诉我学习中文就像品茶，要慢慢尝才能感受到味道。现在我不仅能说流利的中文，还能看懂简单的古诗，比如王维的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，闭上眼睛就能想象出那种安静又美丽的画面。我觉得中国文化就像一座宝藏，越挖越有味道，永远都有新的发现。听到你这么说，我真的很开心。其实学习中国文化的过程，也是一个认识自己、丰富自己的过程。姜维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以后会怎么继续推广中国文化？当然，我现在已经把很多中国文化分享给我的家人和朋友了，教他们写毛笔字，给他们讲三国故事，带他们吃中国菜。我还打算明年开一个小小的中国文化分享会，让更多国外的朋友了解中国文化不是神秘的、遥远的，而是有趣的、温暖的。我想告诉大家，学习中文不只是为了交流，更是为了理解一种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和智慧。太棒了，你真是中国文化的小使者。其实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，了解不同的文化，都能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宽广、更温暖。是的，我很庆幸自己当初偶然翻开了《论语》，走进了中国文化的世界。它不仅让我学会了中文，更让我懂得了如何做人，如何生活。比如知足常乐、脚踏实地，这些道理会一直陪伴我。听姜维分享了这么多，我也很有感触。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吸引全世界的人，就是因为它里面藏着最朴素、最温暖的智慧。对了，姜维，聊完你的一些感想，那你跟我们说说，你在学中文的过程中，有没有因为不了解中国文化，闹过什么有趣的笑话，或者遇到过特别有意思的事？太多了，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好笑。我先讲第一个闹笑话的经历吧。刚来中国的时候，我跟着小薇老师学了“吃了吗”这个句子。老师说这是中国人见面常用的问候语，就像英文的 How are you？ 对，吃了吗绝对是中国人最接地气的问候，不管什么时候、什么地方见面说一句，特别亲切。可我那时候不懂啊。有一次我刚从厕所出来，遇到小区的阿姨，她笑着问我：“小伙子，吃了吗？”我当时愣住了，心里想，我刚从厕所出来，她问我吃了吗？难道中国人连厕所门口都要聊吃饭？我纠结了半天，硬着头皮回答没吃。阿姨，你要请我吃饭吗？结果阿姨笑得直不起腰，说孩子，就是打个招呼呀。后来小薇老师跟我解释，我才知道吃了吗不是真的要问你吃没吃饭，只是表达关心，就像打招呼说你好一样。哈哈，这个误会太经典了。很多外国朋友刚开始学中文，都会把吃了吗当真，以为是要邀请吃饭。其实这是因为中国人自古重视民以食为天，用吃了吗问候，藏着担心你饿不饿、过得好不好的温柔，是一种很生活化的关心。对，后来我就慢慢懂了。现在每次遇到邻居，我都会主动说：“阿姨，吃了吗？”
阿姨们都夸我中文说的地道。还有一次更有趣的是关于颜色的故事。我学中文时知道黄色，也知道黄色在中国有吉祥的意思，比如春节的春联、红包都是红色。黄色也常出现在传统建筑里。没错，黄色在古代是皇家专用色，代表尊贵，现在也常用来象征吉祥、丰收，比如黄道吉日。可我没想到黄色还有别的意思。有一次我在网上跟中国朋友聊天，他发了一个黄色笑话的链接，我以为是吉祥的笑话，开心地点开看，结果发现内容很奇怪，一点儿也不吉祥。我还跑去问小薇老师，这个笑话哪里吉祥呀？老师听完笑着跟我解释，黄色在现代语境里除了吉祥，还有低俗的意思。黄色笑话是低俗的笑话，不是吉祥的笑话。哈哈，这个误会也很有代表性。中文里很多词语的意思会随着时代和语境变化，而且和文化紧密相关。比如绿色，除了代表自然，还有戴绿帽子这种特殊含义。外国人刚开始学，很容易闹笑话。对，从那以后，我学中文词语时，都会特意问小薇老师这个词有没有别的意思，在什么场合用。还有一次是关于数字的趋势。我学中文时知道8发音和英文的发财 fortune 有点像，所以中国人喜欢8，觉得8能带来好运。没错，比如手机号、车牌号里有8，大家都会觉得很吉利。比如888代表发发发，寓意发财顺利。我记住了8是吉祥数字，就想在生活中用。有一次我朋友过生日，我特意给他买了一个8寸的蛋糕，还对他说祝你生日快乐。我买了8寸的蛋糕，祝你发财。结果我朋友笑着说谢谢你，但是8寸蛋糕的8虽然是8，但我们过生日一般说祝你生日快乐，身体健康，不说祝你发财，除非是做生意的朋友。我当时才知道，原来8的吉祥寓意不是在所有场合都能用，过生日更注重健康快乐，而不是发财。你这个心意特别好。其实数字的寓意也分场景，比如6代表顺利，结婚开业常用6。9代表长久，比如99重阳节祝福长辈长寿，天长地久祝福爱情长久。不同的场景用不同的数字，表达的心意也不一样。对，现在我不仅知道每个数字的寓意，还知道在什么场合用。比如我给长辈送礼物会选9这个数字，比如送9颗苹果，寓意平安长久。给做生意的朋友送礼物会选8这个数字，寓意生意兴隆，发财顺利。还有一次是关于称呼的趋势。我学中文时知道老公是老公，老婆是老婆，是夫妻之间的称呼。没错，老公老婆是夫妻之间很亲昵的称呼，现在年轻人也常用。可我没想到老公在古代还有别的意思。有一次我在看《水浒传》的中文译本，里面有一句西门庆是潘金莲的老公，我当时很惊讶，心想原来古代就有老公这个称呼了。我跑去问小薇老师，老师笑着跟我解释，老公在古代其实是对太监的称呼，到了现代才变成夫妻之间的亲昵称呼。对，中文里很多称呼的意思会随着时代变化，比如小姐，以前是对年轻女性的尊称，现在在某些场合，小姐的意思会变，所以现在一般称呼年轻女性为女士、姑娘，避免误会。太有意思了。我觉得学中文不只是学语言，更像是在解锁文化密码。每个词语、每个句子背后都藏着有趣的文化故事。虽然有时候会闹笑话，但每次弄明白后都会觉得很有收获，也越来越喜欢中文和中国文化。说得太好了。其实学习中文的过程中，这些因为文化差异闹的笑话，都是最好的学习素材，能让你更深入地了解中文和中国文化。而且你现在不仅中文说得流利，还懂这么多文化细节，真的很厉害。
谢谢小伟老师，这都是你的功劳。我现在越来越觉得中文是一门很有魅力的语言，中国文化更是一座宝藏，里面有太多有趣的事情等着我去发现。是的，今天听姜维分享了这么多有趣的经历，我也觉得很开心。希望更多外国朋友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，能感受到中国文化的魅力，就算闹笑话也没关系，因为每一次误会都是一次深入了解的机会。对，希望大家都能喜欢中文，喜欢中国文化，一起发现更多有趣的事情。今天的播客就到这里，感谢姜维的分享，也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我们下期见。